普京确实有一手，对付西方的手段一个比一个狠，值得中国借鉴。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普京积极推行平行进口策略，在如何对待美西方国家疯狂制裁方面，给中国做了生动的示范。俄乌冲突的局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在美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帮助之下，彻底迷失了自我，其真以为能用一场胜利结束这场冲突。总之乌克兰能打败俄罗斯这种观念，是美西方国家精心策划灌输给乌克兰方面的。美西方用前所未有的制裁以及不惜一切代价的援助，就是为了让乌克兰相信打败俄罗斯是可行的。然而事实上呢，只要美西方国家停止一切援助，俄军必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这场胜利。因为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俄乌两个国家之间悬殊差别太大了。所以说俄乌冲突的背后，实则是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基于这种情况，在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一时间，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便实施了多达1万多项的各种各样的制裁措施。然而在面对西方狼群般的围攻的时候，俄罗斯非但没有退缩，反倒取得了一步步的反制裁的胜利。近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对外界表示，俄罗斯为对抗美西方国家而采取的反制裁措施，也就是平行进口策略，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据悉截至7月，俄罗斯方面通过这一策略买到了总量超过30万吨美西方国家拒绝向俄罗斯提供的商品，其商品的价值接近40亿美元，交货量也在1个半月内翻了一番。目前俄罗斯政府仍在推行平行进口合理化，俄进口商也正在积极实施这一策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就是这个平行进口的策略与卢布结算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平行进口，就是颠覆欧美所谓的品牌优势的一种策略和实际的需求。一般说来，某种商品想从本国出口到另一个国家，都是要经过品牌商授权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在出口国进行售卖。而由于俄乌冲突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为了制裁俄罗斯，很多欧美的品牌商都相继撤出了俄罗斯市场，从而导致俄罗斯国内无法买到这种产品。这倒不是俄罗斯离不开这些欧美的品牌商，而是他们在一时间来得太突然了，突然退出会给俄罗斯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方面想到了一招，就是通过平行进口允许俄罗斯商家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些商品到俄罗斯来，也就是俗称的水货。起初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推行平行进口合法化是无奈之举，因为这会使国家减少税收，也必然会形成对正版商的权力冲击。但在我看来，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是对美西方国家发起的有力的一击。在面对俄罗斯把平行进口货物合法化之后，西方跨国公司的品牌拥有者就没有办法来阻止。不得不说，在如何对付美西方国家这件事上，普京确实有一手，而且呢，反制西方的手段可以说一招比一招狠。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毕竟眼下从美国的种种举动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就是想把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复制粘贴到台海问题上。当然在军事层面，我们解放军早已做好了准备，但在其他方面，如果美西方国家不断的进行挑衅，又想制裁俄罗斯那般制裁我们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说俄罗斯用实际行动给中国上了生动的一课，那就是对待西方国家的围堵绝不能手软。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